中国自主研发的 C929 远程宽体客机。其最新的重大进展标志着全球航空领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款不再停留在设计图纸上的飞机实体，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宣告着中国重塑全球航空格局的决心。它将直接与航空业界的领军者波音和空客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那么 C929 的实力究竟如何？空客和波音又将如何应对？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究。首先，我们需要了解 C929 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飞机。在中国成功将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之后，便立即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挑战性的目标——自主研发远程宽体客机。C929 正是一款远程宽体客机，它拥有高达280个座位的载客能力，以及能够达到12000公里的航程。其目标是直接挑战目前市场上最顶尖的两款宽体客机，即波音787和空客 AFE50C929。项目启动于2015年。当时中国的宽体飞机技术实力相对薄弱，为了克服这一难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 UAC 达成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同投入超过20亿美元用于研发新型飞机，并将其命名为 CR929。根据最初的约定，中方承担全部的研发费用，而俄方则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最终的飞机总装线将设在中国境内，其主要目标市场是中国、俄罗斯以及更广阔的亚洲地区。最初，这一合作项目被认为是天作之合，中国可以贡献其大规模制造的专业知识和供应链管理能力，而俄罗斯则能在材料科学、空气动力学以及发动机技术方面提供优势。所有的计划看起来都非常完美。然而，2021年乌克兰冲突的爆发使得双方的合作关系陷入了僵局，大量的俄罗斯航空航天工程师被调往国防相关的项目，这直接导致了 CR929 的研发进度延缓。尽管上海方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技术攻关任务，但莫斯科方面却未能按计划履行其承诺。另有传闻指出，合作的终止源于上海希望获取俄罗斯的发动机技术，但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最终在2022年，俄罗斯正式宣布退出该项目。俄罗斯的退出之后，中国决定将项目名称更改为 C929， 并继续进行独立研发。尽管俄罗斯方面仍然提供一些零部件，但目前飞机的设计和制造工作基本上已经由中国主导完成。考虑到宽体飞机引发的高度复杂性，许多人曾对上海航空是否能够在失去俄罗斯的技术支持的情况下，成功研发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宽体机型表示怀疑。然而，中国通过公开 C929 的最新进展，令外界感到惊讶。其动态已经引起了西方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2月20日，中国商飞 COMAC 对外宣布，这款由中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远程宽体客机 C929 已经正式进入飞行测试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该机型的设计完全遵循国际标准，并拥有完全独立的知识产权，这标志着中国在商用飞机制造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在宣布这款宽体飞机进入飞行测试阶段之后，多家西方媒体指出，波音和空客正面临着一个由工业强国支持的全新的强大的竞争者。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层面的突破，其背后承载着中国跻身欧美航空强国之列，成为全球民用航空业重要参与者的宏伟愿景。那么 C929 究竟有多么强大？为何西方对其如此关注？它是否真的具备撼动波音和空客长期以来建立的霸主地位的潜力？起初，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 C929 仅仅是 C919 的放大版本，后者是一款主要服务于国内航线的载体飞机。然而，当 C929 的技术参数公之于众后，专家们迅速修正了他们的看法。这款新型飞机最多可搭载280名乘客，其航程达到了惊人的12000公里，是 C919 航程的3倍，载客量也几乎翻了一番。C919 属于单通道载体机，而 C929 这款喷气式飞机则是专门为北京至纽约、上海至伦敦等超远程国际航线设计的双通道宽体机。这款中国制造的宽体客机展现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其矛头直指波音787和空客 A50的核心市场。事实上 C929 在某些方面已经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优势。那么它是如何在某些方面超越这两大航空巨头的明星机型的呢？其目标直接锁定在波音787和空客 A50 上。事实上 C929 在某些关键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在某些方面超越这两大飞机制造商的同类产品呢？首先，该机型配备了10套核心系统，包括先进的航电系统、通信导航系统、主副液压系统以及高性能的机翼设计。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更重要的是优化了乘客的乘坐体验以及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其次，先进材料的大量应用是 C929 的另一个关键亮点。
C929采用了高达15%的钛合金，这一比例与波音787持平。更令人瞩目的是，其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使用比例超过了50%，是 C919 12%的4倍以上。这种材料组合不仅显著减轻了飞机的重量，提升了飞行性能，还使得 C929 成为目前最环保的商用飞机之一。这完全契合了全球航空业向更加环保方向发展的趋势。此外，基于 C919 项目在国际认证方面积累的技术基础 ，C929 在制造精度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其机身包含超过220万个零部件和3500套经过全面测试的组件。该机型还配备了先进的实时监控系统，可以全程追踪飞机的飞行状态。这是一项许多现役飞机尚未普及的功能。第三 ，C929 的驾驶舱融合了最先进的航电技术，并配备了多角度可调座椅、智能照明以及灵活的客舱空间设计。在9家航电系统供应商中，有4家来自中国本土，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日益精进的航空技术掌控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中承担了关键的技术角色。更为突出的是 ，C929 拥有近65米的翼展，甚至超过了波音787，这对其气动设计水平和材料耐久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客舱空间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其宽度达到了5.5米。这款宽体客机不仅超越了波音787的5.28米，甚至也优于空客 A 飞50的5.34米。这将为乘客带来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尤其是在漫长的跨洲际飞行中。最后，除了卓越的性能和先进的技术优势之外，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定价策略正是中国商飞向波音和空客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秉承着以最优的成本提供优质产品的理念，中国正逐步构建一套精密的全球市场进军战略。这款飞机无疑将成为航空业新阶段的一张战略王牌。但这还不是全部 ，C929 是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的。此前，一些西方国家曾试图通过限制 C919 飞机零部件的供应来对中国的航空工业施压。尽管 C919 已经实现了约60%的国产化率，但在发动机方面仍然依赖美国和法国的合作研发。然而 ，C929 这款宽体客机使得上海方面全面掌握了从机身结构设计到发动机系统的全部核心技术。C929 最重大的技术突破在于其计划搭载国产的 CJ2000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最初是为 C919 设计的，但出于稳定性和认证流程的考虑，中国商飞当时并未立即采用，取而代之的是 C929 将成为验证这款国产发动机的理想平台，计划于2029年开展试飞。如果测试成功，这将标志着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彻底摆脱对西方技术和商用航空的依赖。CJ2000 不仅使 C929 实现了推进系统的完全自主化，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令人瞩目的技术参数。该发动机的最大推力达到了35吨，可以与当前最先进的在役发动机相媲美。其燃油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在降低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同时，还能提供更安静的飞行体验，从而提高乘客的舒适度。CJ2000 的风扇直径达到了3米，总高度为 4.55 米，其体积甚至超过了波音787所使用的33吨级的 Gen X 发动机。此外，该发动机在巡航阶段的燃油消耗低于许多国际竞争对手的产品，这使得 C929 有望成为市场上最具成本效益和高性能的机型之一。其最高时速可达980公里，运行的平稳性卓越，并且噪音也得到了显著降低。这使得 C929 相较于波音的梦想客机和空客 A 飞50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得益于这些先进的技术，中国的飞机不仅仅是新型号，更是中国在全球航空舞台上雄心壮志的战略性飞跃。基于上述诸多因素，部分西方媒体将 C929 称为波音787和空客 A 飞50的直接竞争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凭借高比例的国产化率和多项技术创新，该机型有望重塑全球航空产业的格局，使得西方国家无法忽视其崛起的态势。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在迅猛发展，在全球航空版图中稳步确立自己的地位。中国航空产业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稳步在全球航空版图上确立其地位。近期，支线客机 ARJ21 正式更名为 C999， 这标志着中国国内民航生态体系的不断成长。如果 C929 能够成功投入商业运营，中国将完成自主民航的全谱系布局，不再依赖西方国家。但中国的雄心远不止于此，继 C929 之后，中国很可能继续推进更大机型的研发，例如 C939 和 C949， 甚至有望挑战波音 77X 和空客 A80 等巨型飞机。近日，中国商飞宣布将研发超音速客机 C949 的计划，这在业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项雄心勃勃的项目或将彻底颠覆整个行业的格局。根据规划，
中国商飞计划在2049年推出 C949， 该机型将采用双层3通道的设计，并配备全新的超音速机身结构，有望开启高速民用航空的新时代。除了这一宏伟的宣言之外，部分消息来源还透露，中国商飞已经完成了 C939 的初步设计，这是迈向下一代宽体客机的重要一步。然而，将这些设计从图纸转化为能够翱翔天际的原型机，仍然是一段漫长而充满挑战的征程。但是，凭借当前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个国家已经为实现其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国内航空市场和惊人的增长速度。在未来的20年间，根据中国商飞的预测，中国至少需要9000架新飞机，其中大约1000架为宽体机型。如果上海方面继续依赖波音和空客，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并且在技术上也会受到西方管控政策的制约。因此，建立独立的民用航空产业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必然趋势。随着 C919 投入运营， C929 即将开展试飞， C939 进入研发阶段，中国正稳步构建一个完整的航空生态系统。当然，研发飞机绝非易事，从设计、测试、认证、批量生产到维护及售后保障，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作为支撑。但是，每向前迈出一步，上海都在向世界证明其有实力征服全球航空业的巅峰。如果 C929 能够成功通过所有的飞测试，它将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更正坚定地走在成为航空航天超级大国的道路上。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未来10年 ，C939 和 C949 这类更大载客量、更远航程、更快速度的飞机极有可能成为现实，推动中国更深入地与波音、空客等航空巨头展开激烈的竞争。